20、21、22，还有半个时辰呢，令主受不了了。不， 25、能够受得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停。给娘娘请安。包太医怎么来了？皇上知道令妃娘娘受罚，也知道板柱之刑之后娘娘身子难受，特命我前来照看医治。皇上施恩，令主好福气啊！快好了，包太医再等等。是。容妃姑姑，快好了吧？好了。这皇后娘娘满意了吧？只要令妃娘娘不犯事儿，皇后娘娘就满意了。臣妾多谢太后指点，若无太后，臣妾哪有今日啊？太后乃是臣妾的再生父母。体面话不用多说了。既然得了皇帝宠爱，好好惜福。是。太后，你先回去吧。臣妾告退。哀家早就说过，达瓦齐这种野心勃勃的狂徒，既敢杀了多尔扎自立，怎会娶得公主就有心收敛？如今果不其然惹出祸端来了，哀家看皇帝怎么收拾。说来也是达瓦齐太自负，皇上已经对他格外优容，他却毫无知恩图报之心。哀家恼的是，横绰嫁与达瓦齐不久就出这样的事，显见达瓦齐没有将横绰放在眼里，更没有将大清放在眼里。太后，达瓦齐就这么沉不住气啊？这达瓦齐简直就是狂妄自大。皇阿玛将杜尔伯特部移居乌利亚苏台，达瓦齐便公然叫嚣不肯遣使来京参见，扬言必要车灵移出乌利亚苏台才肯罢休。准噶尔部与杜尔伯特部的纷争由来已久。今次达瓦齐洗劫杜尔伯特部，夺走了大批牲畜、粮草、财物，还大肆掠走妇孺。车灵身为部落之首，忍无可忍，只得率部众离开世居之地，东归大清，求得庇护。准噶尔多年来便是蠢蠢欲动，达瓦齐又是野心好战之辈。此时杜尔伯特部来归，一是不服于准噶尔的种种霸行，对其余蒙古各部而言，也是对我大清表示示好归顺之心。车灵率万余众倾心来归，朕甚是欣慰，不必理会准噶尔。朕会封车灵为亲王，以表嘉奖，为以示郑重。永成，你与礼部共同筹备接风事宜。永琪，你也跟着去学学。儿臣遵旨。儿子啊，皇上真让你去筹备杜尔伯特部的接风礼仪呀？也不只有我一个，还有武帝呢。傻孩子，你武帝怎么能跟你比？哎呀，你筹备的时候可要多用点心，就更得你皇阿玛喜欢了。哎呀，儿子记下了。不过皇阿玛左右也是安排差事，今儿也安排，明儿也安排，儿子都惯了，都快累死了。你呀，如今得意，又得你阿玛宠信，哪个皇子能跟你比呀？不过这话说回来，如今你得皇上看重，皇上也会常来咱们启相宫坐坐吧？会的，会的，只要儿子在呢，皇阿玛就忘不了您。哎呦，这几天啊，忙活死了。
就知道吃斋念佛。怎么了，永璋？皇阿玛有什么差事，只惦记着老四，连武帝都是捎带陪衬的，儿子能有什么办法？皇上恐怕已经快忘了有你这个儿子了。额娘没用，是额娘没用啊。额娘，难道咱们只能这样了吗？是啊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还真是没有我们母子的立足之地。我朝一直有立贤之说，永成年长出色，永基这个嫡子年幼无知，只怕太子之位就归了永成，我的日子便更不好过了。额娘，三哥，有人回来啦。这是我画的佛母图，今日还得了皇阿玛的赞赏呢。旁人的儿子被皇上看中的是才干，我的儿子却因图画尤艺被赏识。额娘，是孩儿画的不好吗？不是，画得好。四哥，武帝，咱都下学了，是不是该一同去往吕布上一典仪了？你立在这儿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一时伤感罢了。有什么伤感的，不如说来给为兄听听。皇阿玛命四哥和我对多尔伯特部亲王车陵郑重相待。我只是想，皇阿玛如此厚待车陵，是要将达瓦齐放在何地啊？毕竟他是端叔姑母的夫君，也总得顾及一下姑母的颜面吧。要不然姑母该如何自处呢？武帝还是年纪小，心肠软，想得多。这样，咱先一起去礼部，不能耽误了差事，好吧？好。走。朕一直以为你明事理，没想到你心中只有家事，而没有国事；只有亲眷，而没有君臣。儿臣只是惋惜端叔姑母的际遇，才偶然感叹，希望事有两全，既可全多尔伯特部东归之意，又能保端叔姑母与皇阿玛的兄妹之情。世事难两全，何者为重？你身为皇子，却如此糊涂，却不知你的一言一行传到别人耳里，他们会认为你别有用心吗？你不好好跟永成学做事也就罢了，还背后诸多非议。你出去，在养心殿外罚跪1个时辰，好好思过。多尔伯特部亲王之事，不许再理。儿臣知罪认罚。皇子里，也就永琪还出色些。打压了他，咱们母子的日子就好过了。放心吧，额娘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你可要为额娘，也要为咱们王爷争口气啊！那是自然了。这节骨眼上还能想到哀家的女儿，永琪这孩子真是不错。是啊，旁人都顺着皇上的心意，唯有五阿哥敢于直言，是个品性端直的好孩子。皇后和于妃懂得教子，比起嘉贵妃教永成一味只顺着皇帝的心意要好多了。是啊。秋夜清寒，五阿哥小心身子。我奉皇阿玛之命在此罚跪，李公公不必额外关照，以免牵连受责。
皇上不会责怪的。李公公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皇上是责罚您不慎言，可皇上未必喜欢背后议论兄弟是非之人。有人自作聪明告了您一状，您受罚，皇上已经解气，可没被罚的那位，没准皇上更介怀。五阿哥跪了够长时间了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来，回去吧。原本啊，还有五阿哥和四阿哥分宠，自从皇上斥责五阿哥罚跪，又不许理事，现在啊，四阿哥才真是一枝独秀呢。等12阿哥长大以后，4阿哥早就功成名就了，您不必与皇后娘娘计较，纯贵妃嘛，更不必放在眼里。4阿哥正得盛业，皇上有什么要紧差事儿都交给他，多得脸呐。等皇上立4阿哥为太子以后，来日的福气呀，都在后头呢。那就借各位妹妹吉言了。皇上和永成策马回来也累了，先绞了毛巾擦擦汗吧。皇上，你这刚出了一身汗，酸梅汤太收敛，冰镇的莲子汤正合适。先给永成吧，他今儿个跑得够久了。谢皇阿玛。皇阿玛骑术甚佳，儿子差一点赶不上。哼。永成，光骑术好可不成，其他的事还要多历练呢。永成啊，近来表现得确实不错。自4月里景色的额驸入晋，朕命永成跟着傅恒到张家口去迎接。这永成啊，于礼仪上十分的娴熟，也得到了傅恒还有额驸的赞赏。这5月里准噶尔内乱后，朕命永成还有永璋同在兵部研习军务。这永成，他的军事之道还有兵书，都要学习的比永璋好许多呀。臣妾谢皇上夸奖。永成，你皇阿玛夸你，你只可更用心，可不许骄傲妄行。我深知自己的不足，要学的地方还有很多，不敢倨傲。对了，朕打算忘记长白山还有松花江，回来谒永陵、昭陵、福陵。永成啊，你就随朕一块儿去吧。永成一个人哪成啊？让3阿哥也跟着吧。永璋不成事，永成一个人陪朕去就行了。听说皇帝此次谒陵，只带了4阿哥，你的永基是嫡子，怎么没去啊？永基才3岁，去了也什么都不懂，臣妾请辞了。嫡子年幼，3阿哥不得圣心。4阿哥是皇帝登基后第一子，才华出众。怪不得外头有传说，永成有继承宗挑之相。不止如此，外头还说什么世宗皇帝是皇4子，皇上也是皇4子，4是吉数，需多加礼敬。闲言碎语，怎配入皇额娘的耳？话当然是闲话，但若真有人生了这样不安分的心思，你是6宫之主，就当管束。是。永成，皇上器重你是好事，可你平时也要伸出手，让能帮你的人都帮得上忙。额娘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御史一族今年进贡，王爷特意来信，说加倍进贡了人参、红缎，还有黄鱼给额娘，供你平时上下打点所用。平日在朝中把这些东西分送给大臣，还有家属亲眷们。额娘，皇阿玛疼儿不就够了，费这番功夫做什么？这人参、红缎难得，您自己留着用吧。就是难得才要送呢。你今日送出去的东西，都会变成来日他们为你说的话的。真的假的？平时那些福晋命妇们来给额娘请安，额娘什么时候让他们空手回去过？回去枕头风一吹，哪个男人跑得了？否则在朝廷上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人缘？
还是额娘老道啊。那是自然。如今你离这太子之位就那么几块砖了，必须稳稳地走过去，才算不辜负额娘，不辜负王爷了。儿子记住了。可是这么做会不会太显眼了？皇额娘那边要是问起来，我也不好应付。皇后娘娘那儿，额娘自会打点。两广总督送了一副凤凰牡丹金项圈，额娘就先孝敬给皇后了。人在屋檐下，只能暂时先低头。可是来日，你可要让额娘抬起头啊！是，儿子记住了。明日就是五叔的生辰，邀儿子去赴宴。去吧，你五叔是皇上唯一的兄弟，必须好好应酬。额娘给你多备些礼。好嘞。永璋的福晋完颜氏已经有了身孕，你也快当祖母了，应该高兴啊。想起孙儿是高兴，可是想起儿子又伤心。如今永璋和四阿哥一起当差，不仅要看他的眼色，还要受他言语奚落。永臣的性子啊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永璋呢，是阿哥里边年纪最长的。等封爵开府，你们就可以安享荣华了。听皇后娘娘这样讲，臣妾就安心多了。什么？永璋的福晋真的有喜了？奴才怎敢扯谎？皇上又有皇孙了。当年先帝赐纯贵妃娘娘给皇上，为的就是纯贵妃娘娘的面相看着好生养。果然，这子孙一脉都兴旺呢。好，去钟粹宫传旨，朕今夜去瞧纯贵妃。这。其实说起来，永璋再怎样还能见上皇上一面，倒是五阿哥，竟然被皇上全然冷落了，更是可怜。娘娘，李公公来了。奴才给皇后娘娘、纯贵妃娘娘请安。原来纯贵妃娘娘在这儿啊，叫奴才好找。怎么了？是永璋哪里做的不好，又被皇上训责了吗？这是哪儿的话呀？皇上让奴才传旨，今夜去钟粹宫看您，您就准备着伺候吧。皇上，今儿怎么忽然想起我来了？皇上要得皇孙了。自然想起了您的好处。皇上这是念旧。容佩，去把那个项圈拿来。是。这个项圈啊，是嘉贵妃进献的，十分耀眼。本宫便把它赠予你，添一添你的喜气。多谢皇后娘娘赏赐，那臣妾就先告辞了。快去吧。臣妾告退。奴才也先告退了。皇上，您今日知道得知皇孙，喜笑颜开。您看这天儿是不是也比前几日好起来了呢？甚好。可见皇上这心情啊，能影响天气呢。恭请皇上圣安。停。妾身和亲王福晋无札库氏向皇上请安。妾身安国公福晋刘家氏向皇上请安。妾身一品诰命夫人乌雅氏向皇上请安。好，起来吧。诸位入宫是向皇后请安吧？有心了。妾身刚向嘉贵妃请安，正往翊坤宫去。去吧。走。这命妇入宫，不是都应该先向中宫皇后请安吗？为何先到嘉贵妃宫中？嫡庶有别，这都不懂吗？这不都说四阿哥得宠，谁敢不给嘉贵妃面子呢？真是荒唐！